穆小姐，您为了怀孕吃了这么多苦，现在真的要把儿子打掉吗？爱人出轨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会要这个孩子吗？宝贝，你怎么办？远川，你就是太紧张了。医生说已经度过3个月危险期了。发现自己怀孕，我一直想给司远川一个惊喜，可却在医院碰见了他陪别的女人做产检。那也不行，你坐这等我，我推个轮椅。明白了。穆小姐，我尊重您的意愿，只是想确定3、4号醒，手术安排在5天以后。若是您反悔了，可以随时终止，留下这个孩子。5天之后刚好是婆婆的寿宴，真是巧。老婆，你去哪了？电话打不通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司远川，你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我受孕困难？记得。 3年前，你创业失败。钱呢？还钱！告诉你，要么还钱，要么赔命！老婆，老婆！流产之后，我受孕困难。这些年，你妈一直想要个孩子。为了怀孕，这3年我打了1308针。这个月咱不打了。你是我追求了7年，每年求婚12次才娶进家门的。我不介意你不能生孩子，大不了领养一个。你不介意，是因为你已经和别人有了孩子。至于是不是和我生的，也无所谓。你不是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？还有5天就是妈的生日，我去给她准备礼物。什么东西？我看看。什么礼物？我看看。不着急，生日当天再看。这么保密的吗？那可能是个大惊喜，妈收到了一定很开心。应该惊喜，毕竟是你们盼了整整3年的孙子。小姐，这一片全是蓝宝的衣服，需要我帮你推荐一下吗？我这个粉色啊，适合我孙女儿。怎么怀了个丫头片子？我还以为是男孩呢。妈，我又不是那女人，我是易孕体质，下一胎啊，保证给您生一个大胖孙子。原来公公婆婆也知道，木之，你为怀孕焦虑受苦整整3年，可人家已经选好了备胎。木之，墨汁啊，墨汁啊，你别误会，这个是书意，
是远川表叔的女儿。你就是远川哥哥的老婆，生不出孩子，来母婴店干什么？我就是过来看看。哦，那姐姐帮我选一下，你说这2件孩子会喜欢哪一件？算了，反正你也没有小孩，怎么可能知道小孩子的喜好？远川，你来挑吧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远川，人家问你呢，你说这2件，我们的宝宝会喜欢哪一件？你自己的孩子，我怎么知道2件都要，2件都要。他俩怎么在一起的？我们怎么能知道？一个不会下蛋的鸡，他来母婴店。你别担心，我说淑一是你表叔的女儿，没穿帮。昨天在医院你不都看见了，装什么装？你是害怕戳破了，远川会跟你离婚吗？是他们在装，是他们在害怕。你当真以为你在远川心里这么重要？你什么意思？要不要试试？我也想知道，司远川，你会选择他还是我？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伤着没啊？快检查检查，孩子没事吧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他身子又没淑一金贵，砸一下有什么事儿？我带你回家。远川，远川，远川！你们刚才怎么只顾着关心淑一？万一被木之看出来怎么办？你不也是下意识救淑一的吗？那是担心孩子出事，我答应了你们，让淑一帮我生孩子，但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背叛木之。那不行，淑一这胎是个姑娘，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远川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血！怎么回事？这能怎么回事？来月事了呗。看来这个月又没怀上。远川，我疼，送我去医院。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不要走，别走！这玩意儿，女人每个月都来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只有我和你爸照顾着。快送我去医院，算我求你，快送我去医院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老婆，公司出了大事，我必须得去，就让爸妈送你去医院。远川！哎呦，行了吧？不就是个痛经吗？大惊小怪的。我给你拿止痛药。你白天不是熬了1天老鸭汤吗？可以稳胎呀。啊，对呀，你开车，咱们给淑一送过去。远川，你来啦！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你们家这么在意这个孩子，人家不是担心吗？没事就好。芝芝不舒服，我先去陪她。远川，我这个睡衣是特意穿给你看的。医生说已经度过3个月危险期，可以同房了。你
也憋了很久了吧？穆小姐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因为这次意外导致孩子发育畸形，以前我还劝你不要流产，但现在孩子就算生出来也会有缺陷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手术拿掉孩子。不可能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老婆，不是痛经吗？怎么严重到住院了？昨天你一整晚都没回来。公司的事情比较棘手，处理了一晚上。是处理了一晚上，还是在宋书义的床上辛苦了一晚上？袁川，如果我怀了孩子，可是那个孩子有缺陷，你还会不会要他？有缺陷要他干嘛？又胡思乱想了吧？我们要是有孩子，一定是健健康康的。就是，就好比一个能生育的女人不要，谁会要一个下不了蛋的废物？院长，袁川，我和你老婆在床上的表现，你更喜欢谁？我都留下了，你说呢？听见了吗，木之？他说他在床上更喜欢我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昨晚某人非要拉着人家剧烈运动，人家不放心，来医院检查检查。怀孕出去容易出事，还是节制点比较好。没办法，他老婆太无趣，那男人看见我就把持。宋书义，你够了！我没心情听你的私事。孕妇昨晚刚刚脱离危险，还请病人家属不要吵闹。孕妇，老婆，你怀孕了。我的肚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生不了孩子。护士说的是隔壁床的人。他不是。生不了就不生，即便没有孩子，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减退一点。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只爱我，可也不耽误你顶不住父母的压力，让别的女人怀了你的孩子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选择离开。这男人的话可不能全信，没有孩子的婚姻能维持多久？宋书义，你够了！远川，你慢点，你吓到孩子了。宋书义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给你钱，送你豪车豪宅，是让你乖乖生孩子的，不是让你来破坏我的家庭的。我知道了，远川，那女人生不出来孩子，还没我会哄人，她哪里比得上我啊？她是我追了7年，陪我吃过苦受过累的妻子，而你只是一个给我传宗接代、了却我父母心愿的工具。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，还给他领养的，你拿什么和他比啊？我的孩子凭什么给他？云川，人家知道错了，你别生人家气好不好？还是非得让人家用脑袋吗？
远川爱你，不舍得和你离婚，但木之，我可以逼你提离婚。你个小妖精，永远知道怎么哄人。远川，这里是医院，你老婆还在病房呢。你点的火，在哪都得负责些。哟，痛个筋，至于大惊小怪的进医院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金子做的，那么金贵。好了妈，饭做好了吗？芝芝需要补充营养。生不出个孩子，还让我伺候他。老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去给你倒杯热水。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在医院亲热，你居然不哭不闹。木之，我都佩服你。既然你这么能忍，那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猜我这孩子是在哪怀上的？是在你和你老公卧室的婚床上哦。我还给你留了个惊喜呢，你居然这么久都没发现。老婆，不是让你好好休息，别乱动吗？老婆，我记得我没有这样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这个。哎呦，我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四件套洗一块了，我就说怎么找不到了。以后注意点。所有的人都在打掩护，纵容他来我家睡我的床，我的老公把我当傻子耍。妈，以后注意点，让保姆过来铺床。好，不用了，被子和床垫全部都给我扔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这些东西。哎，这可是我儿子花的钱，好好的扔了它干什么？恶心！我看见他就想走。我老婆的床，她想丢就丢，在我家，她的心情最重要。生不出孩子，事儿还不少，就惯着他吧。老婆，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的状态不是很对。苏远川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求婚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？芝芝，这是我第84次向你求婚，也是我第84次向你承诺，我司远川永不欺你负你。如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要你死，苏远川。如果你欺我负我，我木之定会离开，绝不回头，绝不原谅。我不会让你说。我说过，如果你欺我负我，我木之绝不回头，绝不原谅。我当然记得。老婆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那个热水洒了，我给你重新倒一杯。尊敬的木之女士，人工流产手术将在后天进行，在此提醒患者，明日请提前禁食禁水，减免手术风险。这个孩子是你们一家亲手扼杀。司远川，你
拒绝了你的孩子。公司忙的话，你去公司忙就好了，不用一直陪着我。努力工作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，这世上什么都没你重要。你搞什么啊？怎么把他带过来了？舒逸这2天肚子不舒服，我把她接家里也好照顾她呀。怎么，这家里现在成她一言堂了，我亲戚来住住都不行了。是我不喜欢家里有外人，滚出去！哎，远川，让他留下吧，毕竟是亲戚，能多关照就多关照嘛。芝芝，你没必要委屈自己啊。司远川，我最大的委屈是你给的。姐姐还真是大方呢，真是什么东西都愿意跟别人分享。不客气，一些不在意的东西罢了。你想要，拿走就是。远川，这些天人家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我们都想爸爸了。是芝芝发话我才留你的。我警告你，她最近状态不好，在我家里收敛点。木之，我都上门了，你还不提离婚，真能忍。远川，你是我的。白天我就警告过你，上一个我烂粉你，不然你和你的孩子都别想。远川，你弄疼我了。远川，人家不是想你吗？今晚你陪我好不好？穆小姐，你的手术将在1小时后进行，请注意时间，不要迟到。我知道了。不是我不要，是你们亲手放弃了他。身体还没恢复，这些交给保姆做就好了。妈妈的60岁寿宴，别人做的，我不放心。老婆，你说你这么好，我要是把你弄丢了，那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是吗？是啊，所以这辈子你都不能离开我，就算离开了，我也不会放过。远川，寿宴都快开始了，别让爸妈等着急了。走吧，老婆，少了你可不行。你们先去吧，我还有事儿。老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还能走丢了？我知道路，你们先去。走吧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司远川。
小姐，你确定要流产吗？你体质特殊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怀孕。我确定。好。芝芝不对劲，我得回去找她。远川，他就是故意给我脸色看，马上该切蛋糕了，别管他。这给你东西，芝芝说给你准备的惊喜，应该就是这个。吃蛋糕喽！师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，赶紧送医院！医生，医生！妈，就是被小孩子撞了一下，不要紧的。你现在身子可娇贵着呢，就算是被石头绊一下，那都是我们家的大事儿。快快！不好意思啊，姑娘。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别人？快带淑仪看医生。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心疼儿媳妇的婆家。你刚做完手术，还很虚弱，需要我通知家人来接你吗？医生，医生！不用了，我没在。行吧，那你记得2天后来复检。走吧。妈，你搞什么呀？这是芝芝的医生，万一被芝芝知道了，今天医院好的妇科医生就他当值。是啊，那医生都是有职业操守的，不会乱说话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孩子。哎呦，肚子！快！施先生，您怎么才来啊？您爱人已经做完手术走了。手术？什么手术？我老婆怎么了？您不知道吗？她上周在我们这儿预约了流。怎么突然就这么严重了？医生，别提那个丧门星了，快给淑仪看看。快检查孩子，孩子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哎呦！好吧，跟我来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当天就能出院，那就是小手术，死不了人的。他就是被小孩撞了一下，你们就紧张的不行。芝芝做手术，你们却不闻不问。你们别忘了，木之才是你们的儿媳。芝芝太自信了，以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会跟我说，今天做手术这么大的事，她就不跟不行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哎，远川，远川，淑仪要留院观察，你现在去找她。淑仪和她肚里的孩子怎么办？芝芝都出事了，哪还有心情管她？你是孩子的爸爸，有什么事你必须得签字，你必须在这陪着我和你妈。远川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我必须得趁现在好好和远川培养一下感情。远川，爸妈都已经回去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身体不舒服，就在医院好好养胎。老婆，你可千万别有事。会生蛋，事儿还不少，逼我老太婆回来伺候你。长辈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呀？你耳朵聋了吗？跟你说话呢。别骂了，你过来看这个。
离婚？他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儿了吧？不应该呀，咱们做的滴水不漏的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就算知道又如何？他又不会下蛋，怎么让我们私下跟他一起绝后啊？现在是远川那么喜欢他，他要是知道木之要跟他离婚，肯定会打掉孩子的。喂，妈，你们到家了吗？芝芝她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就一点小事儿。那你让芝芝接电话。哦，远川，芝芝睡了，我和你妈在照顾着呢，你放心啊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能拖多久是多久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远川知道。远川，宝宝在踹我哎，你摸摸看。3年前，我和芝芝孩子也这么爱闹的。司远川，你这么喜欢孩子，恭喜你，终于复原了。你都已经流产2、3天了，他不管不问也就算了，结果还跟小三在这秀恩爱。算了，反正我都已经跟他提离婚了，他俩现在才是一家人。可是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他之前那么爱你，难道都是装的吗？不是装的，但是爱会传染。远川，宝宝又踹了。好了，芝芝还生着病在家等我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赶紧出院吧。23号患者木之，请到2诊室复诊。远川，老婆，老婆，远川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您刚才叫的23号患者木之，他怎么了？先生，您这么一下，名字我给忘了。不过今天安排的患者都是流产复查的。流产？远川，你肯定看错了，木之不能怀孕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爸妈不是在家照顾她吗？她要是来医院的话，爸妈肯定告诉你。对啊，芝芝刚做完手术，她应该在家等我。走吧。老婆，最近公司太忙了，没空回来。你好些了吗？远川，饭好了，要不先吃饭吧？是，让开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们不是说在家照顾他吗？他人呢？木之走了，太好了。远川，你先别激动嘛，有话好好说。我问你们话呢，为什么他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？木之就是个小手术，不用照顾的。昨天他妈打电话说生病了，他急急忙忙就回去了。他说给你发信息了，你没看见啊？是。老公，我妈生病，我回去照顾她，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。乡下信号不好，不能和你打视频，别担心。他以前什么事都会跟我商量的。妈，木之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呀？我们回来就没见他人。难道今天在医院的真是木之？叔爷，那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走了，这不是正好吗？只是远川他可能接受不了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段时间
我保证让司远川忘掉那个女人。木之，你既然走了，就不要回来。就算是我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段时间我也会拼尽全力。洗完澡又不吹头发，我感冒的。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你啊！回老家，芝芝怎么只带走了自己的东西？我给她买的一样没拿。老婆，不是就回家几天吗？冬装怎么也带走了，只留下我给你买的睡衣。老婆，结婚3年了，婚戒你从来没有摘下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再不回我，我就去找你了。远川要去找他，完了，要穿帮了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给他回条信息。马上。走的时候太匆忙了，忘记带了。冬天的衣服都不喜欢，丢了打算买新的，不要担心。多一天是一天吧。好，不喜欢丢就丢了吧，老公给你买新的。芝芝，睡。芝芝，司远川给我打电话了。快了，你都已经提离婚这么多天了，他才想着找我打听你的消息。这么没良心的男人，凭什么便宜了他？不要！芝芝，芝芝，芝芝不是在乡下吗？晴雯，你在喊谁啊？司远川，你装什么装啊？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你才想起来芝芝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芝芝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，我打算给她重新买，准备给她个惊喜。你看一下她平常喜欢什么品牌，能告诉我一下吗？司远川，芝芝给你留的东西，你没看到吗？什么东西？算了，反正明天也会有人通知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芝芝，看样子司远川还不知道你要跟他离婚还有流产的事情。你们两个恋爱到结婚10年，他爱你护着你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你难道真的要跟他离婚吗？要便宜那个女人吗？他爱我，在无数个为了他忍受打针的痛苦和无法怀孕而焦虑难眠的夜晚，他和别的女人在床上寻欢作乐。小婉，我不是便宜他，我是分过我自己。背叛的滋味尝过一次就够了。我木之，绝不回头，绝不原谅。我不劝了，咱们离婚。离婚。按照离婚协议，明天就是我登记离婚的日子。10年笑话，该结束了。司远川，希望你明天收到民政局的通知，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。木之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包括司远川。居然给你买了这么多首饰，你凭什么能让司远川对你这么好？只有我才是最爱远川的人，才配得上这一切。芝，老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。远川，
是你。远川，现在爸妈出门还没回家，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，要不我们……喂，司远川司先生吗？这里是民政局。穆小姐预约了今日的离婚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，请问您今日还过来办理吧？离婚？什么离婚？现在诈骗电话的这么有意思吗？我跟我老婆感情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离婚？穆之要离婚，太好了！哎，司先生，您不要误会，您可以查一下，这是我们民政局的官方电话。要不让穆小姐她滚！敢让小三儿怀孕，不敢来离婚，还诈骗，我看他就是最大的骗子。我早就该想到，他不会轻易和我离婚的。那还离不离啊？离。刚才我已经找过律师了，既然他拒绝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远川，穆之生不出来孩子，你们离婚不是正好吗？我们可以结婚，我可以给你生一堆孩子的。远川，说错什么了？都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远川，你误会我了，不是我。孩子，你小心孩子呀！远川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啊！是你拿着芝芝的身份证去预约的离婚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和他离婚娶你？远川，非双方本人意愿，没有人能预约离婚，是穆之想跟你离婚的。撒谎！芝芝怎么可能跟我离婚？一定是你，也是因为你，是他不开心了，他才会回老家。远川，哎呦，远川，你慢一点，别伤到孩子了呀！远川，你放开！远川，你吓到孩子了。芝芝回来肯定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远川，我不走。远川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远川，外面好冷，你快让我进去吧。你身上穿的我老婆的衣服，脱下来。什么？远川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快让我进去好不好？我让你脱下来。你别生气，我脱。远川，芝芝有洁癖，你不配动她的东西。他有洁癖。和我在他床上寻欢取乐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他有洁癖？你拿亲过我的嘴再去亲他的手，你怎么没有想过他有洁癖？谢远川，我只是爱你，你凭什么这么羞辱我？你放心，我自己做错的时候自己会弥补。你碰过的、摸过的，我全都会还醒的。就当你从来没有来过。等芝芝回来，你会重新开始的。谢远川，你混蛋！把这些衣服全都放到卧室衣柜里去。好的。还有沙发和桌子，也都换掉吧。远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对了，卧室的床也脏了，也都丢了，把新的放进来。怎么就脏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妈，1周了，芝芝该回来了。我想给芝芝一个惊喜，在她回来之前，把宋书怡用过的所有东西全换掉，重新开始。芝芝，你看，我把家里面重装了，我马上就接你回来。这是芝芝的手机位置，她的手机怎么在你们卧室？远川，你给我讲！哎呦，
你怎么没放静音呢？忘了，我的天哪！快！说，芝芝的手机为什么暂停了这？这个，这些天都是你们在回我，那他人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呀？我们那天从医院回来，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人。是啊，只是在桌子上看到了这个手机，还有那个协议。协议？什么协议？离婚？原来他真的要跟我离婚。儿子，这3年了，他连个蛋都没有怀上，离就离了呗。人家这淑仪那比他好10000倍。是啊，淑仪就算怀的是个女娃，总比她不会生的强吧？是吧？是不是你们跟芝芝说了什么？不然他怎么突然就要跟我离婚？不是我，我知道你特别在意他，我怎么能害你呢？是啊。木之，你选择离婚是对的。远川虽然爱你，可他永远都是我孩子的爸，你是斗不过我的。淑仪，原来都是你。这个宋淑仪，昨天刚把那些挑衅的信息给他删了，怎么又发过来了？简直是自己找死！远川，你终于愿意跟人家打电话了。这些天联系不上你，宝宝都想你了。你在哪？咱们经常约会的咖啡厅。远川，你要过来吗？等着我。远川，淑仪她就是一时糊涂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呀！滚开！远川，远川，远川！木之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那一会儿远川过来。穆小姐，没有证据，这离婚官司可不好打。我有这个。你个小妖精，永远知道怎么哄人啊！远川，这里是医院，你老婆还在病房呢。芝芝，拍下你老公和小三这些亲密画面的时候，你该有多痛苦？木之，你还真要离婚啊？算你识相，毕竟你走了这么多天，远川都没有找过你。他昨天还跟我说呢，说跟你在一起10年，他早就腻了，只要你跟他离婚，他就立刻娶。当小三还当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现在是仗着是法治社会，我不敢揍你是不是？那要恭喜你们啦！你装什么装啊？因为怀不了孕，生不了孩子，被人一脚踢开的滋味很难受吧？我猜你现在是不是恨死我？我从来没恨过你，宋淑仪。反而我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这一辈子都活在欺骗中。远川，远川，你来了。木之他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芝芝？远川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说的话你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啊！为什么这么做？远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冷静一点，我现在还怀着你孩子呢。我警告过你收敛点，你倒
你居然还敢发消息给我老婆，还敢挑衅她、羞辱她！都知道了。是你，原来芝芝要跟我离婚，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！原来是小三怀孕逼宫啊，真不要脸！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让小三怀孕了，还在这里装什么清高啊？云川，她还怀着孕，可别伤了孩子呀！他能做这样的事情，还顾及孩子？狗咬狗一嘴毛，看着可真解恨。这是他们的事儿，咱们走吧。元川，元川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木之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现在正在找律师跟你打离婚官司呢，他是铁定心了要离开你的。不行，你自己看。麻烦你了。芝芝，你都听见了，我可以跟你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可以解释。司远川，你别装了！我真早就知道你让别的女人怀上你的孩子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你现在装模作样的演这一出，你不恶心吗你？就是事都做绝了，这会儿好意思求原谅，不要脸！可不是嘛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你们知道什么？都是她不能怀孕，都是她的错，我儿子哪有错？你闭嘴！老婆，我不是故意不找你的，我真的是今天才知道你要跟我离婚的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咱们两个人回不去了。不，回得去，我会跟他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看样子，你妈寿宴当天的宴会，芝芝给你们准备的礼物，你们还没有看到。惊喜？那张纸条啊！圣诞快乐！师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，赶紧送医院！我今天刚好穿的那身衣服，我现在就看。我不知道里面有东西，我给你洗了。可惜了，这里面可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大惊喜。没关系，上面还有字，上面写的流产。哎呦，还是个男胎呀！木之，他可是你辛苦了3年才怀上的，你就这么把他打掉了？是你们不要他的，这可是我们4家大孙子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要呢？母婴店里一家子倒下来的时候，你只顾着救宋书义和他的孩子，我先兆性流产在家里痛苦挣扎1整晚，你们却只关心宋书义和他的孩子，害得我的孩子发育畸形。这个孩子是你们亲手放弃的。我要是他，我也打掉。就你们这一家子人，根本就不配让人家姑娘九死一生给你们生孩子。就是自己做错了，还有脸指责人家，识相点，放过人家姑娘吧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呀！原来你怀孕了，我的孩子我亲手害死的。穆小姐，你的离婚委托官司我接了。作为金牌律师，我的官司从来都没有输过。司先生，你做好准备。离婚？不是这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的。不可能了，司远川，我说过，如果你欺我、负我，我木质绝不回头。月川，宋书义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是你害死了我和芝芝的孩子。月川，我不知道木之怀孕了，你别难受，我们的孩子不是还在吗？我还可以再生，我保证可以让爸妈抱上大孙子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好好的。月川，你什么意思？
远川，你可不能干傻事！滚开！远川，敢威胁木之，敢害死我的孩子，宋书义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远川，木之怀孕流产了，爸爸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跟你抢爸爸。哎呀，远川肯定就是说说而已，而且我现在还怀着他孩子呢，他总不可能真的对孩子下手吧？很快，司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我的东西，谁让你们搬的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受到业主委托，这里所有的家具和首饰全部要变卖。不可能啊！放下，这都是我的东西，谁让你们搬的？赶紧给我滚！宋书义小姐是吧？啊，是我。这处房产司远川先生要收回了，司远川先生还委托我通知你，你名下的司远川先生赠予的车子、信用卡都将停用。不可能，这些都是远川赠予给我的，怎么可能说收回就收回啊？宋小姐，在法律层面上，赠予人的任何东西都具有任意撤销权，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。继续。不是，你们肯定搞错了，远川不可能这么对我的。大哥，这不行，这真不行。这拿过来。宋小姐。我的孩子。什么？我马上就来。老婆，远川，你救救孩子好不好？你把我信用卡停了，我没有钱保胎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们的孩子。保胎？你把我和芝芝的孩子害死，却想保自己的？司远川，你什么意思？远川，我不要什么名分，我也不要独占有你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们的孩子。远川，你摸摸看，他已经4个月，长出小手小脚，会传人了，你摸摸看。你的孩子只会让我想起我和芝芝失去的孩子。司远川，你忘了我怀孕的时候你有多开心吗？一片木之说出诊，可你那1整个月都在陪我，生怕我和孩子会出什么意外。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对你好，只是想让你安安分分的把孩子生下来，但你却想取代芝芝。可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取代他，只做一个怀着你们私家的孩子却永远见不得光的小三？那你就不应该刺激芝芝，害得芝芝绝望打掉孩子。我是刺激他了，可真正逼他打掉孩子的人是你，司远川。一下子倒下来，保护我放弃他的人不是你，他生病的时候来找我的人不是你，就连他住院的时候和我在厕所偷情的人不是你，司远川。司远川，是你逼他打掉孩子和你离婚的，你在这装什么神情啊？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芝芝，所以才不能一错再错。你们商量怎么样了？这个胎保还是不保？保，远川，我求求你先救救孩子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只要这个孩子在，芝芝就不会回来。宋书义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混蛋，小人，司远川，这个被带大的男人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拥有孩子。我的大孙子呀！那个木
知心也太狠了，那可是一条小生命呀！不要再提了，孙子已经没了，难道你还想让儿子没了吗？妈，思佳的孩子我已经打掉了，我求求你，你让野川放了我好不好？他断了我所有经济来源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喂，思远川，我的孙子已经没了，你为什么连孙女都不给我留？你非要把我往死里逼吗？死！都是你们！要不是你们为了孩子，这3年多次以死相逼，我怎么可能失去知止？怎么可能失去我的孩子？那也怪那木之，她为啥不告诉我们她怀孕了？那我们也不至于犯傻。这3年她连个孩子都没有生，这错能怪到我们吗？可你们忘了，她当初是因为救我，才导致怀孕困难的。要不是因为救我，她何苦忍受你们3年的白眼和欺辱？你们只知道为难她，她知道她为了生这个孩子吃了多少苦。叶川，你是否一种情是否一种心痛？这是什么？你们不是心心念念想要孙子吗？就是这3年来，只是为如你们所愿所受的苦啊！他最害怕打针了，为了怀孕，排除人业针，不计其数往自己身上扎。这我们不知道。施总，请问你父母的房间在哪？我们今天就打包完成，放往你的老家。思远川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撵我和你爸走吗？爸妈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努力的做一个好儿子，我却忘了怎么做一个好丈夫。对于你们，我没什么好愧疚的了。我真是太对不起芝芝和我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。远川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可是我和你爸全部的寄托呀！你让我和你爸去乡下孤独终老，那你还不如让我们去死！请问是思远川司先生吗？穆小姐和您的离婚官司本月已受理，请在3日后准时出庭。施总，我们还搬吗？搬。思远川，你好狠心啊！老婆，思远川，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这是你不能跟他离婚呀！干什么？这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逼远川的。他掉孩子对他已经打击很大了，你现在又要跟他离婚，他真的受不了呀！叶川已经摸着他的脉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，芝芝！我看绝情的是你们吧？穆之自从嫁到你们家，一直把你们当做亲生父母一样视你们怎么忍心一直羞辱他、欺负他的？芝芝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道歉。这3年来，只要我做错一点事儿，你们就说我没脑子，不长记性。这一次，我长记性了。这么有福的家庭，谁爱要谁要吧，我们支持，无福消受。因被告对原告还有很深的感情，若是没有被告出轨的证据，无法判理原告可知。我知道，律师。法官，我们的证据已经共享到被告和您的设备上。既然这么能忍，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：你知道我的孩子是在哪怀上的吗？老婆，这我记得我没有这样的。
原来那天你问我，是因为这条信息。我混蛋，我居然还和我爸妈一起骗你。亲眼看着自己老公和别的女人在医院亲吻，你个小妖精，永远知道怎么哄人啊！远川，这里是医院，你老婆还在病房呢。听见了吗，木之？他说他在床上更喜欢我吗？远川，远川，我和你老婆在床上的表现，你更喜欢谁？我都留下了，你说呢？想必温柔乡很诱人吧，能让你忘记我还在痛苦挣扎，眼巴巴的等着你回来。那天你全都听见了。芝芝，对不起。司先生，既然做了对不起的事情，那就别说对不起了。如果您嫌证据不足，我们这边还有视频，您不妨可以看一看。法官，是我出轨在先，我愿意放弃所有的财产，净身出户。远川，你疯了！司远川，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？我们两个都是被你害成这个样子，你活该！安静！木之司远川离婚纠纷一案判决如下：因司远川一方出轨，经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。退庭。儿子，你现在还年轻，你可不要就这样自暴自弃啊！我现在日日能看到芝芝，看到她好好的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不要耽误我工作。儿子，他过不了心里那关，说什么也没用，咱们走吧。这个司远川可真够深情的，他居然真的愿意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还心甘情愿的做保洁，这样守着你。芝芝，你干嘛？这个傻丫头，不会心软了吧？越来越薄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，已被吹送到天空。芝芝，我没有想骚扰你，你别怕，我这就走。远川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最爱吃的软城那家小蛋糕？每次你出差的时候都会带来的。你想吃了，我这里给你买。可那家太火爆了，排队就要排1天，一来一回就是3天。你不怕折腾吗？只要你想吃，再难我也买回来给你吃。芝芝，等我。假装我很痛。芝芝，芝芝，蛋糕我买回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这都是我和芝芝的东西，谁让你们扔的？穆小姐已经把房子卖给我们了，这些东西穆小姐说不要的，我们才扔的。当当当！结婚3周年快乐！这是我准备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你还送这个？都老夫老妻了还害羞？这个也太暴露了。要是你喜欢的话，我愿意尝试一下。那你来帮我。你这个小啊你！芝芝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每年每个节日都送我这些，我首饰盒都快装不下了。这才哪到哪呀？你就敢买个大点的首饰盒，因为我还要送你20年、30、40年。可是我们会在一起那么久吗？一定会的。一定会。只要你不出轨，不背叛，我木质一辈子和你在一起，是苦是难，不离不弃。芝芝，这是我第84次向你求婚，也是我第84次向你承诺，我司远川永不欺你负你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要你死，司远川。如果你欺我负我，我木质定会离开，绝不回头，绝不原谅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。芝芝，你真的要离开这座城市，再也不见司远川？错的人不是我，我也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。生活总得向前看，我们也要学会和错误的人、错误的事说再也不见。